你的一生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把才会稳定下来。不看更焦虑系列第18集，血清素药物的副作用。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那血清素药物有哪些呢？方医师讲的不是那一些治疗焦虑、忧郁的镇静剂、安眠药，是治本的药。治本的药包含大家常常听到的百忧解，那后来就更进步了变千忧解。然后后来呢，有一个更安全的药，叫做离忧，或者有一些名字叫德叙安、利普能、缓忧乐。那这个非常常用的药，长得白色长长的，算是比较单纯的，副作用更安全的药。那有一个药很厉害的药叫做乐康。那乐康算是这里面呢力气最大的药。那这一类药它是拿来治本的。如果你吃镇静剂算治标的话，这一类型的药呢就是治本。治本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让你本来长期下来情绪不稳定的病变得稳定一点它不是那一种你吃了以后立刻觉得哇我心情好好，心情好稳定没有，它是要让你长期的起伏变得比较稳定，不要那么起伏。那这一类型的药呢叫做血清素回收抑制剂。那我们知道血清素是由神经细胞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那血清素既然被做出来了，当然很宝贵它不是无限量供应的呢，所以它一旦分泌出去它只在细胞外只生存几毫秒的时间呢，连1秒钟都不到呢，然后就要被回收了。今天如果那个回收的通道我们把它关掉，让它在外面呢多待几个毫秒，然后它的作用就等于是加倍了。所以这个回收抑制剂间接增加血清素治疗的效果，让血清素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血清素到底是什么东西血清素是一种可以驱动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它的工厂呢是在我们的脑干。那脑干有一群细胞可能几万个。那这细胞呢的功能呢就是专门制造血清素。那它把那个触角伸到大脑的每个地方那血清素算是一个古老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它帮助我们大脑去驱动。那你今天吃了血清素回收抑制剂你没有增加制造血清素呢，你只是让它回收变慢了，所以它的效果加倍了。那血清素因为是在大脑里面制造的，你从食物补充什么血清素什么都没办法补充，甚至以前很多健康食品吃 5-HTP 也就是血清素的前驱物它的原料也没有什么帮忙。所以血清素呢算是大脑自己制造、自己使用、自己回收。那我们的药物还可以进到大脑里面呢，让它回收呢减少、变慢，然后增加血清素效果。结果增加了以后它的效果是很立即的你几乎吃了一颗抗忧郁症的药当天你的血清素就可以增加到80%的效果。那这样子的效果会太快，你的大脑会吓一跳。一般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血清素多巴胺？也就是遇到危机的时候。那危机感来的时候，大脑大量制造血清素多巴胺，结果你用了药物，那大脑就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危机的事情所以你太快驱动大脑，吃了血清素回收抑制剂造成大脑吓一跳。大脑吓一跳的表现一般是什么？就是恶心呕吐这是我们大脑原始的反应你可以想想看古时候的原始人他几乎不会遇到什么被老板开除今天要赶报告要参加考试他们只怕吃什么？只怕一件事情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因为他们危机大部分都是不干净的食物，放太久也没冰箱，结果吃了以后大部分就是拉肚子嘛。所以他们只要风吹草动全部都认为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所以他们唯一的压力反应
最多的压力反应就是恶心，就是吐。所以你今天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不是觉得恶心？你肚子痛，你是不是恶心？你连血清素提高，你也是觉得恶心的。所以吃血清素药物的第一个不良反应呢，就是觉得恶心，他吓了一跳。那血清素它本身是有加油跟刹车的。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它同时都会有加油跟刹车，它是双向的，它绝对不会是单向说我只要加油不加油，加油不加油，没有，它都自带刹车。那问题来了，你今天血清素回收抑制剂你作用了，血清素的量的确是提高了，请问这些加强的血清素是要作用在加油呢，还是作用在刹车呢？是平均的吗？还是不平均的？答案是它都先作用在刹车上。那血清素本来就已经不够了呢，结果呢，吃的血清素回收抑制剂竟然提高的血清素没有去帮忙踩加油，还先踩刹车，这样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血清素的作用更不够踩错了啦。本来叫他加油，结果没有帮忙，竟然跑去踩刹车。所以本来有忧郁焦虑的人吃了血清素回收抑制剂他都跟你讲说，方医师这个药不行，吃了以后更焦虑更忧郁，本来不想自杀的都跑去自杀了。那这件事情呢，你要熬过去。怎么熬呢？你可以吃更低的剂量，或者说真的要忍耐一下。经过2个星期这个增加的血清素它才会同时踩加油跟同时踩刹车。加油跟刹车一起踩的时候呢，这个大脑就活泼起来了。你有看过人家开车同时踩加油跟刹车的吗？在赛车场才看得到，就是甩尾的表现。甩尾同时踩加油跟刹车，大脑血清素回收抑制剂要有效果，大概要等2个星期以后，同时踩加油跟刹车，产生甩尾的现象，把2条线都拉紧了，把血清素这2边松松的线拉紧了以后，它才会产生治本的效果。另外的就是说这个血清素觉得自己是老大，所以对于大脑那边的第2个明星人物呢，叫多巴胺他是看得很不高兴，因为这个血清算是在公司里面也服务30年了。就这个多巴胺呢，是从外国载誉归国，明日之星所以血清素常常都要制造难题拐一下多巴胺所以血清素本身是抑制多巴胺的那多巴胺是产生我们活力的呢，让我们大脑很有活力的，很热情的呢。结果你吃了血清素回收抑制剂你一开始提升的血清素呢，也跑去挡更多的多巴胺，让多巴胺奄奄一息所以他除了自己踩刹车然后还跑去挡多巴胺，让自己更忧郁所以呢，常常吃了血清素药物的人，他变成本来不想跳楼还跑去跳楼了，自杀率更高那这不是很危险的事吗？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药物的设计它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血清素呢提升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所以最后血清素有3个副作用。第一个副作用就是你血清素提高太快了，大脑吓一跳，真的吓一跳。那吓一跳的表现就是恶心感，恶心这样子不舒服。第2个，血清素呢竟然先踩刹车，本来不够了更不够，所以他心情更差，甚至想死第3个，他去挡人家跟他没有关系的多巴胺竟然自己捣乱还算了，还把多巴胺压得更低造成你整天精神不济，累累的。那怎么办呢？明明一个这么好的药物，可以让你本身不稳定的心情稳定下来，竟然过不了第1关所以前2个礼拜，甚至有人吃2、3天就投降了，不吃了。那这样就没有治本的机会那又回去吃镇静剂，那到时候又上瘾，不但旧的问题没有解决，竟然还有新的问题，变成2个病本来是一个情绪的病，后来要用镇静剂，又得到镇静剂上瘾的病，从1个病没有治好，还变2个病
那如何预防血清素药物的副作用呢？那方医师这样讲这个东西好东西但是它要从最低剂量开始我们大脑呢是不能乱碰的它必须要很温和的对待，就好像豆腐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大脑真的像豆腐一样，所以你如果乱动它会散掉的。你知道神经外科去开刀连脑袋都不敢摸因为你摸那个脑用手摸而已它都可能会受伤所以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所以你要从最低剂量开始。那利优或利普能这样的药算是比较干净的，比较没有很多作用的抗忧郁症的药。那即使像这样的药，那医生常会开半颗。如果医生直接开1颗给你我跟你讲，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受不了的。那即使像方医师都是开半颗睡前，都还是一大堆人受不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吃1/4颗。1/4颗好像连牙缝都塞不进去，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关系，吃3-5天的1/4颗，接下来吃1/2颗，维持1/2颗，再看看你习惯了没有。所以第一个，你不要吓到你的脑袋，所以用最低剂量1/4颗，那慢慢再增加1/2或到1颗。第二个，既然血清素都会去挡多巴胺那我们就把去挡多巴胺的那个通道把它关掉嘛。那个通道是什么呢？就是血清素第2型受体。那个通道是血清素第2型受体。那我们就把这个受体把它关掉所以有一个药物既然利用血清素不要来骚扰多巴胺，来提升多巴胺，进而改善焦虑忧郁的症状，那叫凡多散，类似这样。它就是因为关掉这种血清素来骚扰，那透过血清素第2型受体的抑制剂，所以2个药一起用不错一个来帮忙一个不要让它去捣乱另外一个最后一个百忧解这是老药这是这个精神界发明新型药的第一个药这个百忧解很有历史的但是它很厉害它竟然自带血清素第2型受体抑制剂，所以它比较不会去骚扰多巴胺。那你终于把药物吃上去了，不管你吃利优、千忧解、百忧解，甚至是速月，速月是最强的。那这么强的药你的大脑已经靠它产生一个新的平衡了，你突然把它停掉，这种会产生明显的戒断症候群所以越强的药停掉要越慢越大剂量的药停掉要越慢。要多慢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本来吃1颗胶囊吃1颗怎么办？你就给它倒掉一点点，然后再倒掉一点点，你可能花个3个月半年才把这个月慢慢停掉这样才会舒舒服服的安全下庄。那以上就今天方医师跟各位介绍如何提升血清素的这个药物，血清素回收抑制剂，那必须要注意的重点。那你要有这个方法，把血清素药物用上以后你的一生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才会稳定下来。以上分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